我一觉醒来，床上竟躺着大魏国公之女。而且我们的生活日常竟然被神秘天幕直播到历朝历代。嬴政盯着自来水龙头，直呼龙王显灵了。龙王爷显灵了！朱元璋听闻朱棣要造反，当场就要拔剑。你竟然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！当我掏出地球仪，帝王集体瞳孔地震。什么？朕打下的江山只是球上的一小块，更致命的暴击还在后头。这时代早没皇帝了，人人平等，让祖宗气到飙血。9年制的义务教育，教剩下的只有权力观笼子论，这些直接干碎了帝王三观，而这些都要从那天早上说起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我家吗？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是何人？此地又是何处？那个小姐姐，你玩 cosplay 走错片场了吗？或者是什么新型的行为艺术？公子所言，小女子不解。我乃大明中山王徐达之女徐妙锦。昨夜我尚在闺中歇息，为何一睁眼便到了此地？啥玩意儿？大明？徐达的女儿？我说小姐姐，你是不是最近历史剧看多了，入戏太深啊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叫杨九黎，这里是我的家。现在是公元2026年，离你说的那个大明朝过去600多年了。胡言乱语！我父乃大明开国功臣，当今陛下亲封的魏国公，你休要在此妖言惑众。我妖言惑众？我一觉醒来，床上多个祖宗，我才想问你是不是妖怪呢？朕分6世之余烈，一匡天下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。今朕为始皇帝。天裂了！天罚！是天罚呀！这是何物啊？此2人是谁？竟能登于天上？陛下，臣的女儿，臣的妙锦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天德，你先起来，慢慢说。陛下，是小女，她的房门和窗户都紧闭着，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，可是人却凭空消失了。在应天主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国公的嫡长女竟然离奇的失踪了。传咱的旨意，封锁9门，锦衣卫5城兵马司，给咱把整个应天府翻过来，也要把人找出来。陛下，国公爷，不好了，天上，西上的天上啊，西上姐她飞起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放肆！那男子是何人？竟敢与我女儿共处一室，还如此不知廉耻！神仙、鬼怪，来人，给咱把刘伯温，把所有钦天监的官员都叫来，咱要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妖法。这天下终究是朕的了。仙术还是妖法？那个徐小姐是吧？你看我这门是密码锁，窗户是3层钢化玻璃加防盗网，苍蝇都飞不进来一只。你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穿墙术，还是什么量子纠缠？此人虽然言行举止怪异，处处透着不合常理，但那双眼睛倒是清澈干净，没有半分奸邪狡诈之意，反倒像个突然被什么东西吓坏了的傻小子。
你渴吗？要不要喝点水？给你解解渴。这是何物？这是矿泉水。多谢公子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所以你真的是从大明朝来的？我也不知为何会到此地。公子，你刚才说此地已是大明600余年后？对，600多年了。那公子可知我大明后来如何了？大明啊，那可厉害了。哼，咱倒要听听后人是如何评价咱的大明的，可别胡说八道。大明是这个。大明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朝代，特别是你们开国的那位朱元璋皇帝。朱元璋布衣出身，开局一个碗，结局一个国，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重塑衣冠，再造河山。他结束了近100年的战乱，让汉人重新挺起了脊梁。论开国之功，纵观整个华夏历史，那也是排得上号的铁血雄主。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重塑衣冠，再造河山。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听见了吗？咱的功绩600年后都有人记着，咱这辈子值了。陛下功盖千秋，德备万世，青史留名，理所应当。不过可惜啊，大明国祚不长，从1368年到1644年，一共只存在了276年，就亡了。胡说！我大明276年就亡了。陛下息怒，朝代更迭本是历史常理，汉唐之强盛亦不过400年，271年已非短数。况且，当然，276年在古代大一统王朝里也算可以了。而且大明虽然亡了，但亡得很有骨气。天子守花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大明最后一位崇祯皇帝在都城被攻破时，没有投降，没有南逃，而是选择自缢殉国，与国家共存亡。这份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佩。陛下，您看，这位后生也说我大明王的有气节，有如此刚烈的子孙，亦是陛下的荣耀。要我说，朱元璋这个人什么都好，雄才大略，杀伐果断，就是有一点，看继承人家的眼光实在是不怎么样。咱看继承人的眼光不行，咱的彪儿仁厚贤明，满朝文武谁不称赞？他最喜欢的太子朱标走得太早，白发人送黑发人也确实可怜。可朱标走后，他没有选择其他更有能力的儿子，反而直接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朱允炆。彪儿会死在咱前头，彪儿会死在咱前头，我会死在父皇前面。然后呢？然后藩王不服啊，特别是他能力最强的4儿子燕王朱棣。靖难的起因，最后朱棣直接从北京起兵造反，一路打到南京，把他侄子的皇位给抢了，史称靖难之役。父皇，儿臣不敢，儿臣冤枉啊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天幕谣言不可信啊！儿臣对大哥忠心耿耿，对大明忠心耿耿，绝无半分不臣之心，请父皇明鉴。彪儿，你听到了吗？不愧是咱的好嗣子，还敢起兵造反，把老大的儿子给宰了！父皇，闭嘴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朱棣。你想啊，朱元璋一死，朱允炆那小子一上台就开始搞削藩，他那些叔叔们可都是手握重兵、镇守一方的藩王。朱允炆倒好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把他这些叔叔要么抓起来废为庶民，要么直接逼死，手段那叫一个狠。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一个个倒掉，你说他不造反，那就是等死啊！换你也反。混账！那个逆孙
表儿，你看看你生的好儿子，咱的儿子还没被外人怎么样，先被他解决了。父皇息怒，父皇息怒，是儿臣教子无方，儿臣回去之后一定对他严加管教，绝不让他走上歧途。饿了吧？走，哥带你下馆子去。公子，我身上未带银钱，此物乃我贴身之物，可否用它来抵成饭钱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一顿饭而已，我请得起。你这镯子留着，以后说不定是你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的本钱。那是什么？那个会自己上下跑的铁橙子是什么？那个是电梯。那个不用马拉就能跑的铁车好快！天哪，街上女子怎能穿得如此清凉？姑奶奶，你可千万别瞎说话，不然别人会把你当成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。老板，2份鸭腿饭。好嘞，2号餐好了。好吃，我父亲最是喜爱吃烤鸭了。是吗？我不怎么爱吃，以前天天都是这个，早就吃腻了。公子莫非是王公贵族之后，竟能将此等珍馐吃到腻？后世人人都能吃上饭，还有肉，这是何等富庶、何等强盛的时代！朕的天下，朕的江山，朕的子民，朕的大秦。王公贵族，我的天！大小姐，这个时代早就没有皇帝了，我们吃的这个鸭腿饭，算是最便宜的快餐了。没有皇帝了，朕奋6世之余烈，开创的帝制，朕寄予厚望，梦想着能万世永传的大秦帝国，竟然没有传下去。后代子孙竟然连皇帝都没有，连皇帝都没有了！朕横扫6合，废分封，行郡县，自称始皇帝，就是要传至2世、3世，直至万世。结果后世子孙告诉朕，皇帝没了，还人人平等，荒谬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这就是你要告诉朕的未来吗？没有朕的未来。李斯，臣在。传朕的死命令，天幕所言，人人食肉之盛世景象，令史官即刻记录，一字不漏。臣领命。那是华夏之福，朕要看，朕要学。但关于吾皇帝人人平等之谣言，谁敢在民间传播半句，以妖言惑众论处，夷三族。这天下必须有主，大秦万事不可无君。傅吉、玄莲，你们看出了什么？陛下，那天幕中的女子自称大明魏国公长女。魏国公这爵位虽历代皆有，但这大明……那男子说，此地已是600多年后，而我大唐真狂元年至今。不错，这大明定是在我大唐之后的朝代，而那个男子所在的2026年，则是在大明灭亡之后更遥远的未来。诸卿可见，那男子所居之室亮如白昼，全无烟火气，窗外之景高楼林立，铁车飞驰，这等技艺，无论是那大明还是我大唐，都望尘莫及。那所谓无皇帝之说，虽惊世骇俗，但若是建立在如此强大的国力之上，陛下，那此事对外只称是天降幻象，不可妄加揣测。命钦天监日夜轮值，详加记录，尤其是那男子口中的历史评价。玄灵，你说后人评说我李世民时，会如何说？会说朕是千古明君，还是会死死盯着玄武门那点事情不放？陛下圣德，
必将流芳百世。流芳百世？哼，那朱元璋驱逐胡虏，开创大明，功绩何其之大！结果呢？选错了继承人，尸骨未寒，子孙就被屠戮殆尽。这天目倒是给朕提了个醒。程潜如今虽是太子，但足迹让他性情越发乖张，清阙才华横溢，野心勃勃，深得朕心。智儿尚且年幼，如果不处理好这其中的关系，大唐会不会也重蹈那靖难之宴的覆辙？从今日起，东宫那边的用度再加一成，但对清阙的赏赐暂且缓一缓。朕绝不允许大唐皇室出现朱家那样的惨剧。吃饱了吗？多谢公子款待，妙金此生未尝过如此美味。这算啥？以后带你吃火锅、烧烤、小龙虾，那才叫绝。走，回家。既然你来了，总得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公子，这是何物？这个啊，这叫地球仪，也就是我们脚下这个世界的全貌。徐小姐，你不是想知道大明在哪里吗？以前的大明，还有现在我们脚下的土地，其实只是这个球上的一小块而已。咱的大明就这么大点儿？程发，你又要作甚？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幕上放的是几百年后的事，那是还没发生的。你拿后世的罪治现在的儿孙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彪儿身体硬朗得很，弟儿也才多大，你就听那后上两句话，就要把咱家给拆了？行了行了，都起来！当务之急是把妙锦那丫头找回来，而不是在这儿搞什么父子相残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老四，从今天起，给咱老老实实待在应天府养病。没咱的旨意，出城一步，咱打断你的腿。儿臣谢父皇不杀之恩，儿臣一定老实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不过天幕出现时，你也要过来旁观。儿臣遵旨。妙锦，妙锦啊，我是爹呀，你能听见吗？快告诉爹，那是哪儿啊？天德，别喊了，这玩意儿恐怕只能咱们看他们，他们看不见咱们。世界是个球。那个公子可有火箭？我需要一个火镰。火镰？那玩意儿我只在博物馆见过。这是何物？别怕别怕，这是电灯，就是现在的蜡烛，不过是用电的，没烟，也不怕风吹。啊！这光不用火油，不用灯芯，一按即亮。李斯，给朕记下来。这怎么记？这根本不是人力能为呀！哎呦，乖乖，这玩意儿要是挂在城墙上，哪个敌人敢趁夜偷袭？离着2里地就被照得精光。神乎其技，这便是600年后的世界吗？来，徐小姐，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证明，我现在给你看。你可以这样直接搜，你看，这个叫下拉菜单，你直接点，看，这就是你父亲徐达。徐达，字天德，河州钟陵人，明朝开国军事统帅，淮西24将之首。
你看这里，洪武18年，徐达去世，追封中山王，谥号武宁。武宁，陛下，臣死而无憾啊！天德，你是咱的大明长城，后世没忘，咱更不会忘。既然你是徐达的大女儿，那我查查你啊。哎，找到了，你看这儿写的，徐家有女，天资聪颖，后来嫁给了燕王朱棣，也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帝，成了仁孝徐皇后。公子说什么？我嫁给了燕王殿下？乱臣贼子！我竟嫁给了乱臣贼子？哎，不对，我看看，哦，那是徐宜华，也不对。有的野史说你也差点嫁给他。哎呀，这历史记载乱七八糟的。好啊，好你个老四！父皇，岳父冤枉啊！你个混账东西，造反不说，还敢祸我家闺女个畜生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岳父，那是以后的事儿，现在的儿臣连徐家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啊！你还敢岳父？那个，咱们换个话题。你刚吃完饭渴不渴？我去给你烧点水。这是龙王爷显灵了？啥龙王爷啊？这是自来水，地下埋着管道，用水泵抽上来的，经过自来水厂过滤消毒。虽然不能直接喝生水，但洗脸、刷牙、做饭都靠它。喏，这个叫水龙头。竟然如此神奇！徐小姐，今晚你先睡我房间，我去睡沙发。明天我再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查查怎么送你回去。多谢公子收留。不过妙锦有一事不明，此等电灯、自来水，还有刚才那千里传烟的手机，可是只有公子这等贵人才能使用。贵人？我就是个苦逼打工人，看见没？这每一盏灯下面都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。在这个时代，电、自来水、手机，那是基本生活保障。寻常百姓皆可如此。对啊。乐师何在？这是谁在唱歌？声音竟如此清晰，仿佛就在耳边。都在这盒子里呢，这也是基本操作。已经很晚了，我先去给你铺床，你睡卧室，我今晚就在这儿对付一通。公子且慢。妙景斗胆，可否请教公子，此地球仪究竟是何道理？我们脚下的大地当真如这球一般？若真是球，那住在下面的人岂不是要掉下去？合着你还在惦记这个啊？行，反正我也得玩会儿手机才睡得着。来，坐这儿。今晚杨老师给你上一堂地理课。首先，把你脑子里那个天圆地方的概念先扔掉。我就拿你最熟悉的大明来举例。从地图上看，大明的版图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，而不是一个方形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地球，它就是个巨大的球体，悬浮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，就像这个橘子一样。至于你说的掉下去，是因为地球有引力，会把所有东西都往它的中心拉，所以我们才不会掉下去。原来是这样。这球心就像有一块超级大的吸铁石，有一股力量叫万有引力，把所有的海水、山川还有我们都牢牢地吸在表面上。那我大明在何处？这儿，这就是我们脚下的土地，也是你那个时代的大明疆域，大概就在这一块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大明幅员辽阔，万国来朝，怎么会只有这么一点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剩下的地方是什么？啊，全是水吗？看，这一大片蓝色的都是海，这是太平洋，这是大西洋，这是印度洋。然后除了我们这块亚欧大陆，这是美洲，分南美和北美。现在的世界第一强国就在这儿。这是非洲，这是大洋洲，这是南极洲，那里全是冰，冷得要死。东海之外，竟还有如此广阔的天地。
父亲一生戎马，北征大漠，我以为他已走到了天地的尽头，原来在那漠北之外，还有罗刹国，还有欧罗亚，还有这亚美美加。这世界竟大到让人绝望，又大到让人心潮澎湃。每次我在网上看到这种世界全图，我就总忍不住幻想，要是谁能有个时光机，穿越回秦朝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地球仪直接拍在秦始皇的龙案上。你想啊，秦始皇那是谁？千古一帝。要是让他知道，这长城外面不光只有匈奴那点破地儿，往西走还有大片大片的肥沃平原，往海里走还有黄金棉地的美洲大陆，嘿嘿，那他绝对不会只盯着修长城打匈奴了，肯定直接把那些方士都赶去造船，组织无敌舰队，带着秦铁骑，顺着海路一路平推过去。好一个后生！若天赐朕此图，朕何愁不能将大秦的黑水龙旗插遍这天下的每一个角落？不过啊，这也就是咱们后人的瞎想罢了。秦朝那会儿内部问题太大了，严刑印法，民不聊生，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着。虽然秦始皇猛得一塌糊涂，但他那个继承人实在是太坑了，再加上赵高那个死太监弄权，胡那个败家仔一通乱搞，秦始皇前脚刚死，没几年就崩盘了。要是秦始皇的政策能稍微稳一点，选继承人的眼光好一点，大秦没有20而亡，以当时的军事优势，再拿到全球视野这个外挂，说不准真能做到全球一统的雏形。那样的话，咱们现在哪儿还用苦哈哈的学什么英语啊？全世界的学堂里估计都得教陕西话，大家都得背秦律。奋六世之余烈，一统6国，竟然2代就结束了！把赵高给朕拿下！陛下，奴婢冤枉，奴婢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啊！胡亥，那是我最宠爱的幼子啊，怎么会是那个毁了大秦基业的败家子儿？来人，封锁胡亥府邸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违者斩。爱丽丝，臣在。别走了，朕的大秦绝不能20而亡。既然上天让朕看到了未来，那便是给了朕改写的机会。李斯，你给朕看清楚了，那个球，那个地图给朕画下来。既然那后生说，若秦未亡便可一统全球，那朕便要让这预言成真。臣领旨。原来海陆亦可通联，若能造出后世那般巨舰，高丽之患或许根本无需陆路远征。秦皇一统6国，威加海内，何等英雄！结果呢？死后不到3年，大厦倾覆。打江山易，守江山难，统一全球，那是数代人的功夫。若子孙不孝，打下来也是给他人做嫁衣。玄灵，臣在。那天幕里说的书同文，全世界说陕西话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此乃攻心之上策，兵戈征服土地，文化征服人心。若人心皆向唐，这疆土便是铁打的。玄灵，传朕旨意，鸿胪寺那边对各国使节的款待再加一等，不仅要让他们看到大唐的兵威，更要让他们把大唐的诗书礼仪带回去。朕要让这过万国之人以说唐话、穿唐衣为荣。臣遵旨。还有那个靖难之役，那是大明的事，但也给朕提了个醒：皇子势大必生祸端，朕得好好琢磨琢磨了，绝不能让大唐也出个什么靖难。另外，玄英，你亲自牵头组织一帮可靠的学士，专门记录天幕。那个吴皇帝的说法虽然荒谬，但其中必有缘由。朕要知道后世是如何治理那般庞大的国家的。咱打了一辈子仗，就占了这么点地儿，那剩下的好地方都让野人给占了。治国哪能光靠霸道？秦始皇那是步子迈大了，扯着胆。咱大明讲究的是，父皇，儿臣观此图，方知天地之大。若我大明只盯着北原残树，格局未免小了。若能造大船出海，世界竟然这么大。原来在这应天府之外，在这大明疆域之外，还有那么多无主的肥沃土地。既然这球这么大，我为什么要盯着那个皇位？为什么要跟侄子抢那个破椅子？最后还要背上千古骂名？父皇何不给儿臣一个机会？儿臣愿带兵出海，为大明去抢那美洲、澳洲，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。儿臣在那边自立为王，成为大明的藩属，为大明开疆拓土，永为大明的屏障。儿臣去给父皇打一块大大的疆土回来，到时候儿臣在那边自立为王，也是咱老朱家的种，也是大明的藩属。这小子若真能把这股子劲儿用到外头去，儿臣要是死在海上，
那是儿臣命不好。要是打下来了，那都是父皇的功绩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这球的事儿以后慢慢讲。好不容易周末，赶紧睡觉睡觉。你先去睡吧，我在这儿眯一会儿。杨公子，早。早啊，我看你这身行头，在这个时代确实有点施展不开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去商场转转，买几身现代的衣服，不然你连上厕所都费劲。李斯，臣在。你看那女子手中之物，那长柄莹白如玉，顶端还有细密的白毛。方才朕看她口吐白沫，还以为是中毒，细看之下，竟是在清洁牙齿。后世之人连清洁牙齿都要造出如此精巧的器具，那杨九离家看起来并非大富大贵，却也能用得起此等物样，可见在后世这种工艺已是寻常。记下来，给朕画下来，回头让少府试着造一造。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粥、包子、面条，还是尝尝西式的面包牛奶？客随主便，公子做主便是。行，那就来点经典的，2笼小笼包，2碗咸豆浆，再来份生煎。这家店味道不错，就是有点远，不过没事，半小时就能到。好了，下单成功，坐着等会儿吧，顶多30分钟。公子，你方才说这就好了？好了。可那店家身在何处？你未曾出门，也未曾遣人去买，更未曾给钱，这食物如何能来？难道这手机能变出食物来？来，给你科普一下，这叫外卖。看这个小人没？这就是骑手，也就是送货的人。这个骑手会去店里取，然后骑着电动车送到我家门头。这是活物？你是说，你能在这上面看到那个送货之人的行踪？对啊，他现在刚取了餐，离咱们还有3.5公里，预计28分钟送达。千里眼，这是千里眼啊！他能看到那个人的位置，那后生足不出户，却能对外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这若是用在行军打仗上，粮草运到何处了？援军还有多久能到？若有此物，朕坐镇咸阳，便可指挥千里之外的漠北之战，如观掌闻，瞬息交易，千里传音，实时定位。给朕查！你们别练什么长生不老药了，给朕研究这个。不管花多少钱，朕要这个浮板，朕要这个技术。玄良，你看这外卖之法，像不像咱们的极地铺？像也不像。极地铺乃是朝廷公用，传的是军国大事，且耗费人力马力甚大。但这后世竟是为了百姓口腹之欲，这就是关键。若是咱们也能搞出个类似的法子，在坊市间设立专门的跑腿送货之人，是不是也能让宵禁后的长安多几分生气，多几分税收？陛下圣明，此法或许可行。咱们虽无玉板，但可用旗语、鼓声，或是在坊墙上一废。懒惰。几步路的事儿，非要花钱让人送。这后世的年轻人身子骨就是这么废掉的。想当年咱要饭的时候，为了口吃的能跑几十里地。不过咱们大明要是能有这套东西，那些贪官污吏把粮食运哪儿去了，咱是不是也能一眼就在这板子上看见？谁还敢在咱眼皮子底下搞鬼？到了，比预计还快2分钟。祝您用餐愉快。这便是那外卖。这盒子晶莹剔透，虽不及琉璃厚重，却轻白如纸，还能盛装热食而不化。这在后世竟是随手可弃之物。这就一塑料盒，不值钱，吃完就扔。尝尝，这家的生煎在这一片挺有名的，去晚了还得排队。此物外皮酥脆，内馅鲜嫩，汤汁更是醇厚无比。宫中御膳房的点心，怕也不过如此。御膳房，这可是平民小吃，路边摊5块钱4个。在这个时代，只要肯花钱，谁都能吃，没什么皇家专备。人人皆可食御膳，人人皆可用琉璃。这后世的百姓，过的究竟是神仙般的日子？
公子，怎么了？不够吃？非也，昨夜听公子谈及秦朝2世而亡，又言我大明国祕不过276年，小女子心中一直有个疑混，不吐不快。你说，历代王朝似乎都逃不过因衰更替，秦2世而亡，汉唐虽强，终究也是尘归尘土。公子既知后世之事，敢问这世间可有长治久安之策？可有万世不竭之王朝？长治久安啊！从历史规律来看，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万世不竭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死结解不开。古人说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话谁都懂，但做起来太难。一个王朝刚开始还好，但时间一长，民不聊生，就会有人造反。这一造反，王朝就崩了，然后换个姓，重新来一遍。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率。只要还是家天下，只要这天下被当成你们一家一姓的私产攥着，这个死循环就永远跳不出去。家天下私产，而且这玩意儿太依赖皇帝个人的能力了。你想啊，秦始皇那是猛人，但他儿子胡亥是个废物；朱元璋也是猛人，但他孙子朱允文玩不过叔叔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。所以，想要真正的长治久安，光靠皇帝英明是不够的，必须得有一种更先进的制度。什么制度？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把权力关进笼子？对，关起来，不能让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能让当官的想抓谁就抓谁，得有法律管着他们。这就是自我更新的能力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，跟你说这些太沉重了，快吃吧，生煎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。长孙无忌，你听到了吗？此言何其尖锐，又何其深邃！陛下，此乃限制军权之语，似有不妥。不，你不懂。魏征常在朕耳边果造，朕有时恨不得杀了他。但若无魏征这面镜子，若无谏官这道笼子，朕或许也会犯下大错。后世之治，或许真是在此着力。若能有一套法度，让昏君无法作恶，让权臣无法乱政，那才是真正的万世之基呀！积重难返，自我掌心。难道咱做错了吗？咱把权力抓得这么紧，反倒是害了大明。重八，后人的路自有后人去走，但这后生的话，咱们得听进心里去。彪儿还在呢，有些规矩是不是得改改？难道这大清终究也逃不过那个周期？朕的江山也是坐在火山口上。回神了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公子所言虽惊世骇俗，却振聋发聩。嗨，什么振聋递会，都是9年义务教育教剩下的。吃饱喝足，走，带你去干正事。正事？买衣服啊！你总不能穿着这身跟我出门逛街吧？走，带你去商场，让你见识见识现代女人的衣柜。尾号9486，对，上车。愣着干嘛？上去。系安全带，这玩意儿保命用的，不系交警得罚款。陛下，此物腹中必有机关，无需草料，无需饮水，竟能自走。这路怎么一点颠簸都没有？若朕有此路，有此车，从咸阳到辽东何须半月？一日便可达。那是何物？可是通天塔。哦，那个写字楼，里面都是上班族，在那儿敲键盘呢。如此广厦，高于100丈，直逼天庭。这得耗费多少人力，征发多少民夫？怕不是要修上100年？哪用那么久？这种楼，快的1年，慢的2年，也就封顶了。2年？怎么可能？
这么高的楼，难道是靠人力一块块搬上去的？谁跟你说靠人力搬了？看见那个长吊的大铁丸没？那叫塔吊，力大无穷，几千斤的东西随手就拎上去了。那个转圈的大罐子车，里面装的是混凝土，直接用水泵抽上去，往模子里一浇，干了就是石头，比花岗岩还硬。混凝土？对，不用去山里采石头，全是人造的。至于民夫，现在叫建筑工人，人家是拿工资的，一天好几百块呢，没人拿鞭子抽他们。这绝对是妖法！陛下，此乃神迹，神迹呀！若我大明有此神物，修河堤筑城墙，何须征伐百万民夫？何须累死那许多百姓？混凝土不用采石浇水成石，彪儿，你记住了吗？父皇，若真有此物，黄河水患可平，边关城墙可固，此乃利国利民之大器啊！房玄龄，臣在。你说朕的凌烟阁比起那后世的写字楼如何？陛下，犹如萤火之于皓月，那楼高耸入云，怕是有33个凌烟阁那么高。33倍的高度却只需2年，关键不在于高，而在于那个机械。人力有时而穷，机关之力无穷。墨家机关术自汉以后便没落了，看来朕得让人去翻翻古籍，哪怕造不出那塔吊，造个简易的滑轮组也是好的。公子，这是皇宫内院吗？我们可以随意进出。什么皇宫？这就是个商场，买东西的地方。看见没？只要你有钱，这就是你的后花园。买东西的地方？对，集市，超级 Plus 版的集市。这地面比朕的太极殿还要亮，而且如此巨大的人流竟然井然有序。这后世之人的教化竟到了如此地步。陛下，此乃苍农时而知礼节，百姓富足了，自然就讲究体面了。来，挑几件 T 恤、牛仔裤或者长裙也行。公子，这岂是良家女子所穿？这分明是肚兜吗？不，比肚兜还省布料。误会，那是打底穿的。来，看这边，这边有长袖。公子，这上面的数字可是价格？对，299块。1299，公子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这布料摸着也不像丝绸，为何如此高贵？莫非是黑店？这算便宜的了。刚才门口那个 LV 一个包好几万呢。啊！奢靡败家，一件破衣裳要1000多，一个包要几万，这后世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崇八呀，你没听那后生说吗？这说明啥？说明后世的钱不值钱，后世的老百姓手里都有钱。如果连普通百姓都能逛这种地方，都能买得起这种东西，那这后世的富庶程度到底到了什么地步？我这个大明皇帝好像有点穷啊。公子，此处莫非是青楼楚馆？那橱窗之中，简直不知廉耻。什么青楼？这是正经卖内衣的。你身上那个肚兜，还有那一层层的里衣，穿着不难受吗？赶紧的，换几套舒服的。啊！混账东西！那姓杨的小子想干什么？妙景啊，爹对不起你呀，爹没护好你，让你遭这种罪，受这种侮辱。行了，别嚎了。你们没听那后生说吗？那是穿在里面的。既然是穿在里面的，舒服不就行了？那肚兜勒着确实不透气。若是能有舒服的，换换也无妨。妹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这是舒服不舒服的事儿吗？这是……
先生，这位小姐是第一次来吧？麻烦您给推荐几款舒服的、保守点的，带她去试衣间讲讲怎么穿。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那位大姐甚是专业，她教我辨识尺码，还说那内务是能承托身形，确实比肚兜稳当许多。那就行，走，下一站买外衣。这件，还有这件，去试试。公子，这裤子是否太过贴身了？而且这若是迈步，岂不是胯下之行毕露？这叫修身，显腿长。而且你把风衣穿上试试。轻便，确实轻便。若以此装扮骑射，怕是不输男儿。那就这个，再来一套同色系的换着穿。等你熟悉这里了，自己来买也行。公子，这是要行？行什么行？剪头发？你那头发太长了，洗起来费劲，干起来更费劲。而且这个时代不流行盘发髻，咱得入乡随俗。帅哥，这位美女要做什么项目？修一下，剪个层次，打薄一点，然后吹个造型。别剪太短，留个披肩发就行。别碰我！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公子若要断我青丝，不如杀了我。妙锦，你听我说，你爹是大英雄吧？大英雄做事讲究的是权变，你在大明守的是大明的规矩，你在2026年就要守这里的规矩。再说了，我也没让你剃光头啊，就是修剪一下发梢，把那些分叉的、枯黄的剪掉，让头发长得更好。这就跟修剪花草一样，是为了让它开得更艳，怎么能叫毁伤呢？这真的只是修剪？骗你是小狗。这后世之人倒是洒脱，为了行事方便，连头发都能舍。李斯，你说，若是朕的大秦瑞士都剪了短发，是不是戴头盔更方便些，也不容易生虱子？陛下，这怕是不合礼法。礼法是为人定的，若能强君，礼法亦可改。好了，美女，看看怎么样？这轻，太轻了，这竟是我。漂亮吧？走，带你去补点能量。折腾一上午，你不饿我都饿了。这玩意儿叫投影，能在墙上看戏。可是像勾栏瓦舍那样的戏文，比那个带劲多了。既然你对未来这么好奇，咱们今晚就看个特别的。公子，为何要熄灯？看电影得有氛围感，就像你们看戏得搭台子一样。这墙上有人，而且那衣服、那刀、那红墙，分明就是大明。护驾！护驾！何方妖孽，竟敢将生魂摄入画中？这是巫术，这是邪术！陛下，那后世之人竟能操纵生魂以此取乐，简直骇人听闻！方玄龄，你看到了吗？臣看见了。那不是画，那是把时间截下来了一段，就像把水冻成了冰，把光影留在了墙上。
这后世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如果大唐也有此物，朕的玄武门，朕的贞观之治，岂不是能让万世瞻仰？那些史官的笔，哪怕写的再天花乱坠，又怎及这光影画卷的万分之一？公子，此人身着飞鱼服，腰佩鸾带，当是锦衣卫指挥使。可我不认得他。父亲麾下的武将，我都曾见过。此人面生得很。这人穿着龙袍，他是哪位先帝？为何从未在画像中见过？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这叫电影，也就是戏。这上面的人都是演员。演员？就是戏子，幽灵。戏子竟敢穿龙袍，这是僭越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徐妙锦，都说了，现在是2026年，没皇帝了，也没那些规矩。放肆！大胆！无法无天！那是谁？啊？那是演的谁？那是哪个不孝子孙？那是崇祯，还是那个什么天启？父皇，儿臣也不知道啊。不过听那后生说，这只是演戏。演戏也不行，演戏也不行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把皇帝演成这副德行，让后世百姓怎么看咱们老朱家？威严何在？体统何在？那个太压抑了，咱们换个提信的。这是一支在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无敌舰队。大明永乐年间，郑和奉成祖朱棣之命，七下西洋，宣扬国威，万邦来朝。这是我大明的船，如此巨舰，怕是有40丈长。这何止是船，简直是海上宫殿。杨九黎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大明的宝船。没错，宝船长44丈，宽18丈。那时候的大明水师那是世界第一，从刘家港出发，一路干到非洲东海岸，所到之处，海盗灰飞烟灭，国王俯首称臣。这就是三宝，这就是三宝太监郑和，而派他出去的就是永乐大帝朱棣。那是我干的！我不仅当了皇帝，我还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原来我朱棣注定是要干大事的。老四，儿臣罪该万死，儿臣绝无篡位之心。那是后世瞎编的。编？那船能是编出来的？那气势能是编出来的？你个兔崽子！平时看着闷不吭声，心里藏着这么大的锦绣河山啊！起来，跪着像什么话？你造反的事儿，咱以后再跟你算账。但这船造的真他娘的带劲，这才像咱老朱家的种。崇祯17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皇帝朱由检拒绝南迁，拒绝议和。他登上眉山，咬破手指，写下遗诏：朕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师，误伤百姓一人。那是大明的天子啊，那是父亲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啊，最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大明虽然亡了，但亡的有骨气，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。最后一个皇帝，宁死不屈。公子，大明为何会亡？既有永乐之盛，何来崇祯之伤？原因很多，天灾是一方面，小冰河期，粮食绝收，但更多的是人祸，还有党争。人祸？党争，东林党、阉党互相倾轧，文官爱财，武官惜死。皇帝被关在紫禁城里，听不到真话，看到的都是粉饰太平的奏折。等到李自成兵临城下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肯出钱助饷。内耗把大明的元气耗尽了。误伤百姓一人。
傻孩子，傻孩子啊！你有骨气，你是好样的。可是，你怎么就混到了这一步啊？咱给你们留了那么多家底，咱杀了那么多贪官，怎么到了你这一辈，连个饷钱都凑不出来？父皇，是儿臣无能，是子孙不孝。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官，是那些吃里扒外的狗官。党争、内耗，好啊，咱还没死呢。既然让咱知道了，咱就给他们立个规矩。哼，你们都给咱听好了，谁敢结党营私，谁敢欺上瞒下，崇祯那棵歪脖子树，咱现在就给他背着。心里难受。公子，后世之人究竟如何评判我大明？是盛世还是乱世？是功还是过？有人说，大明是治隆唐宋，德国之政无出其右，因为朱元璋是把汉人的江山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的，恢复了中华衣冠。也有人说，大明是特务治国，锦衣卫东厂西厂搞得人心惶惶，扼杀了思想。但更多的人对大明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，因为大明够硬，不割地，不赔款，哪怕到了最后也没向异族低头。这种骨气是刻在中国人脊梁里的。那个妙景啊，今儿不早了，咱得歇着了。明天周一我得去上班。上班？可是儒家妇那般，去朝堂点卯，还是去衙门署理公务？差不多吧，就是去干活挣钱。不上班哪来的钱买房买车？哪来的钱请你吃红烧肉？公子为生计奔波，妙景自当体谅。公子放心去，妙景一人在家，绝不出门半步，亦不乱动屋内器物，就在此静候公子归来。得给你配个这玩意儿。算这小子还有点良心。咱大明魏国公的千金，要是被锁在屋里饿肚子，咱非得想办法穿过去砍了他不可。陛下，这上班一去就是一整天，那我闺女岂不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？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虽然不妥，但这要是把人扔下不管，更是让人揪心啊！魏国公稍安勿躁，那后生不是说要给妙亲配个手机吗？之前看那天幕，这东西似乎能千里传音。神物啊！若是有了此物，是不是就能随时找到人了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公子，此时不应是宵禁时分吗？为何如此多人仍在街上，男女混杂，嬉笑打闹，夜不归家？官府不管吗？巡城御史呢？武城兵马堂呢？放松，放松，没人抓你，看见没？那才叫生活。